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晚间新闻。今天是美东时间12月22号星期一。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黄金舰队，川普宣布建造3万吨川普级战舰；美国签证严重延误，高科技公司警告员工别出国；中国成为零工经济国，专家分析4方面隐患。神韵唤醒心灵，法国主流赞叹感受强大精神力量。您正在收看的是新唐人晚间新闻，在美国纽约总部为您播报。美国总统川普在佛州海湖庄园宣布，将正式启动黄金舰队计划，为美国海军打造全新一代名为川普级的超级舰队，以确保实力换取和平。来看华府记者张亮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圣诞节前发表重磅消息，表示已经批准海军立即建造2艘全新，也是史上最大型的战舰，未来将扩编到10艘，最终可能达到20到25艘。川普表示，这将是从1994年以来美国首次重新建造战舰，而且规模和火力前所未见。Each one of these will be the largest battleship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the largest battleship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ever built. And again, it's 100 times more powerful than the previous Iowa class. 川普回顾美国曾建造密苏里号、威斯康星号等传奇战舰，象征国家实力。但多年来，美国转向了较小型的军舰，已无法因应当前与未来的战略环境。而新的战舰排水量将高达3到4万吨，远超现有驱逐舰，将配备大量飞弹、极音速武器、电磁轨道炮、高能雷射，甚至可搭载新一代巡弋飞弹和核武系统，成为美国海军最致命的水面作战平台。预计在2030年采购首艘船体。By the way, these battleships have tremendous numbers of missiles, but they also have guns. And in many ways, guns can do the trick just as well as missiles at a tiny fraction of the cost. 他也点名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国务卿卢比奥以及海军部高层将共同参与设计。U.S. Navy will lead the design of these ships along with me because I'm a very aesthetic person, alongside our partners in American industry. 目前，美国海军拥有287艘现役舰艇。白宫和海军团队希望这支新舰队能更好地对抗中共，管理西半球事务及应对其他全球威胁。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亮、易兴，美国华府报道。近日，多家美国科技巨头向持有美国签证的员工发出警告，由于美国驻外使领馆签证办理延误，建议他们暂时避免国际旅行，以免签证过期。来看记者的报道。商业内幕报道。苹果、谷歌日前向员工发出内部备忘录，指出一些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签证申请预约出现严重延迟，部分地区等待时间最长可达1年。员工若在此期间出国，可能面临签证过期、无法及时返美的风险，特别是没有 H-1B 签证的员工。H-4、F、J 以及 M 类签证也包括在内。多家移民律所也指出，除印度外，爱尔兰、越南等地的签证预约同样出现明显延迟。美国国务院则表示，当前正对签证申请人进行更严格的全面信息审查，包括对申请人及其家属的履历审查，尤其是否从事过内容审查、网络安全等工作。如果参与审查受保护言论，签证则不予发放。在这个移民审查的大幅度的收紧的背景之下呢，就是签证的审查它有大幅度的收紧，这个其实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最近呢，美国这边是连续的出现了严重的，就是造成生命伤亡的这种就是恐怖袭击这种事件。这个枪手这2个人其实都拿到了一些相应的签证进入到这个美国来的，所以那么这2起案件它其实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负面影响。另外，加州、马萨诸塞州及另外18个州12月12号提起诉讼，认为川普总统要求联邦对 H-1B 签证持有人所在的公司征收每人10万美元的申请费用，违反国会从外国引入人才的决议。美国地区法官贝利尔·豪尔日前在华盛顿特区的听证会上，援引2项联邦法律表示，
总统拥有广泛的权力限制外国人入境，包括规范外国人入境的方式，以及暂停某类外国人进入美国等。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于良、实习记者应翔纽约采访报道。近日，一批可能受到放射性污染的冷冻生虾在全美10几个州售卖。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已经公开召回，建议民众检查家中的生虾品牌，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圣诞节就要到了，不少美国家庭正在准备聚会用的食材。想要买冷冻生虾和已经买的民众要注意了，全美约83800袋冷冻生虾可能被放射性污染，正在紧急召回。根据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文件，这批冷冻生虾从印度尼西亚进口，可能是在不卫生的条件下进行加工、包装或运输，受到了铯137放射性核素污染。铯137是一种人造放射性同位素，广泛存在于环境中，但含量极低。如果在受污染的环境或水域中种植饲养动植物，人类长期反复低剂量接触后，会损伤 DNA， 增加癌症风险。此次受到污染的冷冻虾以 Market 32和 Waterfront Bistro 2个品牌销售，其中 Market 321磅装的冷冻虾在纽约州、宾州、康州等6个州紧急召回，2磅装的 Waterfront Bistro 冷冻虾则是销往科罗拉多、爱达荷、俄勒冈、犹他州等11个州，同样面临紧急召回。所幸目前还没有收到相关的病例报告。FDA 提醒民众，如果购买了受影响批次的冷冻虾，不要使用，直接丢弃，或者是拿到商店退货退款。以上是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佳音、陈淑彤在美国的报道。在经过5天审议后，前州府高级官员孙文及其丈夫胡潇被指控非法充当中共代理人一案传来重大进展。陪审团由于无法对2名嫌犯的所有19项指控达成一致意见，法官宣布案件留审，检方则希望尽快重审。周一上午，案件陪审团在加入了1名候补陪审员后重新开始审议。下午，陪审团向主审法官科根给出书面意见，表示经过多次审议和重新审议，陪审团仍无法达成一致的裁决。陪审员立场坚定，陪审员对所有19项指控都意见不一。科根法官在随后宣布审判无效，而检方则表示希望尽快重审案件，同时确定下一步的审前会议是在明年的1月26日举行。根据起诉书，检方指控孙文夫妇涉及6大类罪名，包括孙文非法充当中共代理人，与2019年河南省代表团相关的签证诈骗，在疫情期间欺诈获得州府的个人防护装备合约，银行诈骗与洗钱，共谋洗钱、逃税。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尚静纽约报道。接下来请看本期的美国聚焦。周日，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任命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出任美国驻格陵兰岛特使。川普表示，兰德里理解格陵兰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将推动美国在北极地区的战略利益，并强化盟友与全球安全。To take care of the most vulnerable population, which are like our elderly, the disabled, and children. We have been working to ensure that we can be responsible and to protect those vulnerable populations. 周日，美国副总统万斯出席美国转折点年度大会，演说中呼吁保守派运动应对所有热爱美国的人保持开放。The only thing that has truly served as an anchor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that we have been.And by the grace of God， 美国汽车协会预测，在12月20号到1月1号的年末假期期间，将有1.224亿美国人出行，旅程至少80公里，比去年增加2.2%，再创历史新高。Sunday before Christmas will be very busy, also the Monday and Tuesday. Once you get to Christmas Eve and Christmas Day, things slow down a bit. So if you've got still some flexibility, maybe book a Christmas Day flight. 注意，民众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的基督降临大教堂为本月初在布朗大学枪击事件中遇害的学生埃拉库克举行追悼会。罗德岛普罗维登斯警察局局长奥斯卡佩雷斯表示，警方于上周四晚间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仓库内发现48岁嫌犯瓦伦特死于自杀性枪伤。新唐人电视台实习记者应翔纽约报道。全球首富马斯克财富再度刷新历史纪录，
随着他赢得一场震撼华尔街的薪酬官司，个人净资产正式突破7000亿美元。来看记者报道。好的，主播，根据福布斯12月20号的数据，全球首富伊隆·马斯克的个人净资产正式来到7490亿美元，创下人类财富史的新高。这个数字不仅让马斯克稳坐全球首富的宝座，也让他成为史上第一位身家突破7000亿美元的个人。他的财富规模已经足以和中等发达国家的年度 GDP 相提并论。关键的转折来自一场备受关注的法律战。美国特拉华州最高法院周五裁定推翻先前撤销马斯克2018年特斯拉薪酬方案的判决。法院认为，虽然这项薪酬方案金额庞大，但是在决策程序与股东利益上没有构成违法。这也意味着马斯克重新取得当初被称为560亿美元薪酬案的股份期权。随着特斯拉股价多年来大幅上涨，这批期权目前市值已经飙升至约1460亿美元。不过，真正让马斯克资产结构出现翻转的是 SpaceX， 他旗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本月完成新一轮的内部股权交易，估值从今年8月的4000亿美元一口气跃升到8000亿美元。以马斯克约42%的持股比例计算， SpaceX 为他贡献的资产价值已达约3360亿美元，正式超越特斯拉，成为他资产版图中最核心的一块。再加上社群平台 X、人工智慧公司 XAI 等其他的投资，共同堆叠出这个7490亿美元的惊人身家。但随着马斯克在年底同时赢下薪酬官司 ，SpaceX 的估值翻倍，他迅速拉开差距。目前其个人财富已经超过全球富豪榜第2、第3与第4名的总和。接下来把画面回给主播。12月21号下午，神韵国际艺术团在法国阿姆内维尔的本季最后一场演出爆满落幕，观众赞叹神韵舞蹈和音乐的高超水准，令人惊艳。节目中传递的善良、平和等精神信息，能唤醒人心。Fantástico, me ha encantado muchísimo. Le niveau est sensationnel, tant au niveau visuel que, n'oublions pas, l'orchestre. Au niveau artistique, je trouve ça vraiment magnifique. Les tableaux sont somptueux, c'est très beau. Bueno, es espectacular y nos ha hecho conocer un poquito lo que es la tradición china, el baile clásico chino. Fantástico.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e je vois ce genre de spectacle. J'ai très apprécié la synchronisation, le jeu entre le virtuel et le réel des danseurs. 银行副总裁安德烈斯·塞斯·德多斯先生表示，在观看演出时，他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宁静与祥和，令他无比沉醉。El sentimiento, pues, me gusta mucho el equilibrio, la danza, los bailarines. Mon sentiment dans le spectacle, c'est quelque chose qui génère beaucoup d'émotions et qui ramène à soi de façon intérieure. Bueno, he sentido mucha paz y me ha gustado. He sentido equilibrio y paz escuchándolo. C'est vrai qu'on ressent cette bienveillance qui se communique, je pense, dans la salle. Et avoir une vision apaisante d'une autre chose et bienveillante, je trouve que c'est un point de vue intéressant. C'est peut-être un chemin à développer. 观众表示，神韵传递的精神力量能将人带入一个全新的层次。On ressent cette forme de spiritualité qui invite à une connexion autre. Le ressenti, c'est la magie de la féerie. Hein, on est après une semaine un peu sombre, là, c'est le réveil. C'est un tout grand moment. J'étais intrigué déjà de voir ce spectacle en réalité et plutôt intéressé sur le fait qu'il développe la possibilité de pratiquer librement ses croyances ou ses religions, et je trouve que c'est intéressant de véhiculer ça dans le monde et de savoir se souvenir qu'il existe des pays où c'est plus compliqué de pratiquer ses croyances.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任静、赵嘉林，法国阿姆内维尔报道。
广告之后，我们将带您看到中国成为零工经济国，专家分析4方面隐患。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低迷，零工经济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零工就业者。专家解析零工经济可能带来的4方面的隐患。中国已经成为零工经济国。按照中共的数据，早在2022年，零工从业者规模已多达2亿人。零工也叫临时工，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保姆、保洁员、建筑工人等。零工往往工作强度大，收入不高，没有社会福利保障，还要自行承担工作中的各类风险。因为我们知道零工收入波动大，缺乏稳定工时与最低保障，家庭很难做长期的财务规划，结果往往是提高预防性储蓄，压低消费，让中国内需更难形成稳定的支撑。随着中国经济持续恶化，房地产崩盘，大量企业破产倒闭，外资大规模撤离，就业形势严峻，零工群体不断的壮大。数据显示，仅中国外卖员数量就超过1400万，网约车司机则高达750万人，4年人数增加200%。许多名校毕业生和破产老板也加入了这些行业，导致行业严重内卷，接单量和收入不断减少。如果未来景气再下行，零工族群更会被一些像砍单降单价等等的冲击。专家指出，中国持续成为零工经济，可能带来4方面的隐患。第一，就业品质的下降与收入的波动更大；第二，社保与风险保障缺口会不断扩大；第三，这种低薪低消费，越来越多零工的恶性循环会不断的变成一种现实，内需要拉动起来更难。第4点，大量的劳动力涌入了低附加值、内卷式的服务，它并不是生产力的创新，而且压制了技术的升级，也让生产效率更加低下。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韵、秋月采访报道。圣诞节临近，人道中国等组织在6·4纪念馆举办为中国良心犯送贺卡活动。一起看看。人道中国主席周峰所表示，从天安门母亲到人权律师都是他们关注的对象。至今，人道中国已帮助超过220例中国良心犯。中共这种高压的暴政，他最想达到的通过这种迫害，就是让反对者感觉到孤单无援。如果人们知道有外边的人在关注他们、支持他们，就会给他们很大的力量。安慰，因为他们在监狱里边，家人妻子孩子都在外边，寒冷的季节，他们有的都是经济上非常的贫困。曾被中共关押16年的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朱渔夫坦言，监狱的生活实在太寂寞，收到贺卡给他带来了希望。放在身边几天几夜捧在那里一遍一遍的看的。其实贺卡上没几个字，仅仅就这么一张贺卡，就好像诺亚方舟。上面飞回来的这个字一样，嘴巴上含着那个橄榄枝。我们快要到大陆了。现场，他们还为良心犯写贺卡，祝愿他们身体健康。他们表示，现在世界上人权在进步，唯有中共在倒退。只要中共暴政存在一天，还是生活在这个阴影之下，我们要真正的享有这个免于恐惧的自由，不管在哪里必须是摆脱中共这个暴政。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杨洋、林永峰，洛杉矶采访报道。广告之后，我们将带您看到加拿大流感升级，住院比例几乎翻倍。近期，加拿大流感疫情持续恶化，住院的比例几乎翻倍，感染人数上升近30%。来看报道。加拿大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全国流感情况持续恶化，病例数呈现明显上升趋势。截至12月13日的一周内，全国新增流感病例较前一周增加约70%。以甲型流感 H3N2 为主要流行株，卑诗省、亚省、萨省、安省和魁省共有11个地区已进入广泛流行阶段。
同时，每周通报的因流感住院比率几乎翻倍，住院人数达到2134人，其中65岁以上长者和19岁以下青少年是感染与住院风险最高的族群。此外，流感对医疗系统的压力也持续上升。在截至12月13日的这一周内，共有47名患者因流感入住 ICU 病房。自8月24日以来，全国累计通报的因流感死亡人数已达74人。专家建议，民众应该加强个人防护，保持勤洗手，必要时佩戴口罩等良好防护习惯。一旦出现症状，应及早就医。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舒灿，加拿大报道。广告之后，我们将带您看到旅游人潮汹涌，罗马6大景点明年起收费。承传传统，匠心独具，普瑞堂玄宝黑参，精选韩国优质高丽参，历经2260天，9蒸9曝，手工制作，富含人参皂苷，去除燥火，滋养身心。普瑞堂玄宝黑参再现生命活力，立即订购，请访问普瑞堂.com。罗马的特雷维喷泉是当地最有特色的景点之一。罗马市政府在日前宣布，为了加强维护和管理，从明年2月起对喷泉以及另外5处罗马古迹和博物馆收取门票。依照传统，游客在罗马的特雷维喷泉背对喷泉抛下1枚硬币，象征未来还能再回到罗马。这座于1762年完工的晚期巴洛克式建筑，以海神欧申纳斯驾着贝壳战车，由海神侍从引导水流的雕像闻名，也曾成为多部电影的经典场景。从明年2月1日起，游客进入喷泉水池前的观赏区需要支付2欧元的门票。市政府表示，这是为了因应庞大的观光人潮和加强对景点的维护与管理。I think it's fine to pay actually. Why? Because it will add to cleanliness. It will help them. The money will help them. I think that's not a good idea. We're here because it worked. We came back. The coin went in the last time, so we're back now. So I think it's a mistake to put a fee on it. So.Hopefully they won't. Beh, credo che sia un peccato anche perché comunque dovrebbe essere un'attrazione libera, essendo uno dei monumenti più importanti di Roma. 除了特雷维喷泉，其他纳入收费的地点还包括马克森提乌斯别墅、拿破仑博物馆、卡洛巴拉科博物馆、彼得罗卡诺尼卡博物馆以及皮洛蒂博物馆。新唐人电视台实习记者宁修综合报道。以上就是本期的晚间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